大家好，我现在呢在虹桥机场正对着它跑道的一处街边看飞机降落。刚刚一架飞机从我眼前飞过，降落在虹桥机场，瞬间呢就去到了前方。我的身后呢就是虹桥机场的跑道我今天呢从我的住所从闵行的新庄沿着沪闵公路一直向北骑行，经过了七星公路其实我眼前的这条应该还是七星路，但我的边上呢是虹桥的机场的跑道我们到这边来看看飞机的起降。感觉今天的飞机起降并不频繁因为我刚刚只看见了一架飞机从我的眼前降落。说曹操到又一架飞机是上海航空的一架飞机降落。我那天从广州到上海就是坐的上海航空的航班，不知道这个飞机是不是从南方飞来的。上海呢有两个机场，一个呢就是我眼前这个虹桥机场。虹桥机场呢有两个航站楼有第一航站楼和第二航站楼。那么第一航站楼呢基本上是春秋航空的一个母港，其他的一些航空公司呢基本都降落或者是从这个虹桥第二航站楼出发，或者是到达，大概是这么区分的。另一个航站楼呢就在浦东了，那么现在应该也有2条还是3条跑道我发现这边有一条小路可以推车去到这个北横津边上这边有更漂亮的平台，我们可以去那边看看河景，同时也看看飞机的起降。果然又一架上海航空的航班降落了。看来这边都是上海航空的飞机从这个方向降落。这边呢叫南虹港关机长廊，就是看飞机下降起飞的地方。我看到这个关机长廊呢实际上是一个清水平台和栈道，但是好像它并不欢迎这个单车下去做了一些阻挡，人就没问题。但是我想我推行一下总是可以的吧。好，我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这个关机长廊一条河冲边的栈道上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写了很多的一些历史的事件。比方说我眼前看到的就是抗战时期的虹桥机场，专门讲到1946年这个地方呢曾经兼做当时的美国的一个志愿者飞行队陈纳德航空队的飞行基地这样子，你看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又一架飞机降落，看来这边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观飞机起降的地方，而且这个栈道上面有很多的介绍虹桥机场的一个发展的历史，一直从解放以前到抗战到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大家如果有兴趣在本地的话，如果像我一样的骑着单车来闲逛的话，可以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观景点和休息的场所，因为这边还有一些凳子可以让你在这边闲坐。
休息。而且我看这个观音长廊其实还蛮长的我就一路往前面再推着车走一走吧。我记得以前在温哥华住的时候包括去年底回温哥华那边，也骑着单车到温哥华机场对面的这些河堤上去骑行过，去看飞机的起降景色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每一处机场对于爱好旅行的人都是非常亲切的地方，也是经常利用的场所。所以上海虹桥机场边上也安排了这么一个观看飞机起降的清水的栈道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看看我的飞机从我的眼前飞过，这一架应该是南航的飞机，从哪飞来就不知道，因为广州是南航的母港，说不定从广州飞来的。你看这条栈道边上的这个河床还是显得非常的干净今天风不大，河水显得非常的平静。而我的左侧这头呢，那些杨柳树枝都是已经发芽，变成一种嫩绿，就一派这种春天的景象还是非常的好看。你看这边呢，不但有这种观景散步的栈道，还有一个长廊，长廊上呢还有很多的椅子，可以给大家在这边闲坐休息。就不管你在这边看不看飞机，就到这边河边来逛逛、散散步闲坐一下，我觉得也是挺惬意的。这边专门介绍有一个候机大厅的这种航班的分配1号航站楼春秋航空国内航班以及其他航空公司的国际及地区航班。2号航站楼除了春秋航空其他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难道这个2号航站楼没有国际航班吗？我又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又一架东航的飞机降落了。这边也有一些钓鱼爱好者在这边垂钓，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钓上鱼来。还是有一些小鱼的，大概也就是10多厘米长的这种鱼没法吃的吧。还是有蛮大的鱼的，我看到有大概半尺长的鲫鱼应该是鲫鱼吧，钓上来。这边很多人在这边钓鱼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志不在鱼吧，应该就是一种休闲的方式但是对我而言的话呢，就还真是从来没来尝试过，就很想尝试一下。
但是呢，好像还得要再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才行。你看我们对面的这些杨柳树啊，这种嫩枝，今天没有什么风啊，所以它也没什么摇曳的动作，但是边上有很多的这些梅花开得非常的漂亮。我看到了一家春秋航空的航班降落，应该是稍稍偏离一点这里的方向，应该是去向第一航站楼那个方向了。今天的天气啊，还是稍微能见度差了一些，阴天啊。就如果说是一个出太阳的天气，应该看得更清楚。听到远处传来的飞机的发动机的轰鸣声啊，还是非常吵的。好了，我已经走完了这一段观光的弯道，现在准备回到马路上去骑行了。虽然我已经上到了这个岸边的小路上，但是这边河边的这条小道还是非常的漂亮。我再顺着这条河道边上的小道继续骑行一段。像机场边上、高速公路旁边、铁道旁边啊，这些道路都不适合人居住，但是把它开辟成这种公园、休闲的区域呢，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边也是有很多的漂亮的花啊。这个地方我还第一次来到，前从来没有来过，更没有骑单车来过的地方。我来看看啊，我看到一大片粉色的花，我觉得有点不像梅花啊。我查了一查呢，叫垂丝海棠，是一种海棠花，很漂亮啊。就在河边随处走走，兼做看飞机起降，同时呢也是赏花啊，赏心悦目的地方。
以前我们觉得海棠应该都是比较低矮的那种乔木啊，但实际上都是像梅花一样的一棵棵的树。但是江南最美的应该还是这种垂柳。你看这样的杨柳树，在春天的时候发着嫩芽，真的就是有江南的那种味道。听到有很多鸟叫。现在呢，来到了这座叫南虹港桥的跟前，这边呢叫温虹路啊。那我就从这个南虹港桥上面呢骑到北横津的那头去啊。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能够去向何处呢？这边就是写着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看到的都是东航等航空公司的办公大楼。升达五路，这边呢是东航的飞机的维修基地之类的地方啊，还有一些食品的供应方面的公司所在的地方。现在我掉了头呢，向回家的方向骑行，看来基本上还必须得要原路返回才行啊。现在呢，我又回到了七星路上啊，从这边开始向南骑行，到家呢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啊。那我就从这边出发回家去。左侧呢是 G50啊，向上海市区方向的一条匝道。今天的骑行还是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思。来到了虹桥机场，在一个边上的河冲，可以观望飞机的起降，就可以回味一下旅行的那种感觉啊。
看到这边有路牌，写着往前走呢是1号航站楼，那我就不去专门寻访了。现在呢，我骑过深滨南路啊，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上面有上海虹桥商务区这样的字样。那么现在呢，这一块地方就是以虹桥机场还有高铁站为轴心，画出了周围的一大片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虹桥的商务区。那当然也包括周边的一大片的土地啊。所以闵行地区，尤其是新庄地区呢，也包括在内。而且有一种传说，说上海要再搞一个区，就叫虹桥什么特区啊，未必是正确的消息啊，我们就听听就好。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上海对于虹桥这个交通枢纽边上的一整片啊，有着雄心壮志。不仅要把它打造成一片商务区，还希望它能够带动不仅上海，包括周围江苏啊这样地方的经济。再一次骑过北横金桥，前方呢就是沪青平公路啊，而这条马路呢还是七星路。现在骑过这条沪青平公路，看到路牌上有写，这里呢也属于七宝镇的管辖地带啊，所以这条路还叫七星路。我看到马路边上对面还有个宝塔形的雕塑啊，可能就是七宝的宝塔吧。这里呢有一条叫沪新路的，我就想着往这边去拐一段啊，看看前方应该有一条路叫中春路，沿着中春路呢骑一段。但凡只要有新路呢，我一般都不愿意走回头路。
前方呢就是中春路了啊，我要沿着中春路往南骑。现在呢，我已经转入到中春路上啊，由北向南骑行。